罗绰，老大，玲珑草。 别让他跑了！跟我回去。这自己这么狠。 也跑不掉了。县主，把人押去哪儿？内业局的牢房满了，劳驾顾司职把人押回大理寺吧。县主，你是要把案子让给大理寺啊？借用一下大理寺的大牢而已。哦。 娄绰身上也有这样的皮疹。先前从死者口腔中发现的那块硬物，用热水泡过之后，发现竟然是姜片，为何会有此物？清剿工常用金丝枣塞入鼻孔，口中含姜片来抵御臭气。韩笑生前很可能和娄绰在一起。 郡主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般真的可以吗？这样他一不能自杀，二不能逃跑，我们香喷喷的不用受罪，不好吗？县主开恩，让你在热水里舒舒服服的泡着，还不赶紧交代？哎，你。 那今日由我来审办。太史承启。胡达在后宫放贷借钱，又贪财好色，对他有怨气的大有人在。你杀胡达是因为欠钱还不上，不是因为钱。 那是因为女人，你恨那个女人，不，你爱那个女人，你因为爱她，所以对她恨之入骨。可你身份低贱，又脏又臭，她看你就像看苍蝇老鼠一样避之不及。你越是想接近她，她就离你越远。不过都是在宫里伺候人的，谁比谁高贵？ 谁又比谁低贱呢？一个女人而已，该杀。胡达长得比你英俊，有钱又大方，你喜欢的女人喜欢他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他。你恨他，所以你杀了他。杀！太史承。 你何时学会了审讯啊？并不会，只是模仿皮毛。
县主，你才刚恢复原职不久，可别乱来啊！圣上交代过，你不可验尸。你小声一点，别人就不会知道。什么百媚生啊？怕不是鬼魅的魅吧？江作成怎么说？弄巧成拙，吓得筛糠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带回去，明日再审。老大，我听说啊，南海有一种食人花，花种细小如沙，轻盈如尘，不易察觉。落在人身上便扎根下来，以人肉为泥，骨髓为肥，待到发现时就已为时已晚，只能活生生被抽干吸净，痛苦而死。香秀，定是宫中之物。香囊里的花种发了芽，借着墙壁里的泥土和春雨，开出了花。请四肢看看，这绣法可是香绣？回县主，这就是香绣，而且这般绣工必是碧柔无疑。喊他出来。碧柔不是上宫局的，是王才人宫里的。县主稍后。县主是说，这香囊的主人已经死了。回县主，这个香囊是我送给韩笑的。是淑妃宫中的韩笑。韩笑身上可还有什么特征？韩笑两只脚的脚踝内侧各有一颗朱砂痣。长得对称，十分特别。县主，那尸体上可有？我在掖庭局查到了韩笑半年前的出宫记录。圣上体恤工人们，每个放出的工人都会给一笔安置费，让他们能够自行婚娶营生。这笔钱他已经取过了，出宫的时间和户籍都在上面了。长安县，请问这里可是蔡家？是。娘子是从宫里来的，可认识我阿姊韩笑？你是韩笑的妹妹？我是珍珍，娘子可有阿姊的消息？谁呀？阿娘，他们是从宫里来的。二位可有韩笑的消息？韩笑是我在宫中最好的朋友，自他出宫之后便断了联系。我今日来长安县办事，就想来看看他，怎么会失踪了呢？唉，韩笑可在宫外有什么交好之人？他从来也不跟我们说这些，我也不清楚啊。唉，小娘子，我听说朝廷会给出宫的人发放一笔安置的费用，可是真的？当然，那可是很大一笔钱。那我们能去领吗？怎么，家中很是缺钱吗？唉，我当家的身体弱，只能替人看看铺子，赚不了什么钱。可这家里处处是花销，多亏以前韩笑懂事，他能吃上皇粮，还能贴补家用，是我们家的顶梁柱。既然要靠韩笑养家，那不更应该先找人？人是要找的呀，可我们一家人也得活下去啊。大娘子真是不易，我身上只有这么些钱了，给。
蔡世成为何会在此处？与他无关。我一直跟着他，他没有作案时间。县主可认识？太史城怕谁？是右相侄女，九娘崔曼淑。原本还准备明日找她论话，居然死了。血海未干，凶手没有作用。和舞台旁发现的嫌疑一致，都是宫中左右游靴。应该是往那边去了。县主还是怀疑我？我从未怀疑过你。可县主随行我至此，说元帝后加殷的，不也是你吗？这院子并未在地图上标出。方才我与顾四是经过此处，距离水渠的位置很近，离火药铺子也不算远，却在地图上未见标识，如此隐蔽，想必是凶手特意选定的。我听说过有人可依计寻人，太史城竟也有如此本事，我当真没有看错人。可还有其他线索？鞋印残缺，目前只有这些。县主可要亲自验尸？请太史城回避。一刀刺在胸口，伤口足够深，才能流出这么多血。杀你的人一定非常恨你，他是谁？这媳妇真漂亮，可惜了。哎，有火药味，当心！和舞台上的火药一样，这小院的确是凶手藏身的地方。从这些造血印看来，此人确有6世之躯，但游穴只有残印，无法确认这些脚印是否同属一人。
明日去一趟右相府，查查这未出阁的深闺女子，为何会身穿喜服出现在这里。佩仪，阿娘，阿燕，阿燕，你到底还是进来了。真正的卷宗在哪儿？从来就只有这一份卷宗。15年前上元夜，端王因接连征战，精神不济，后加之苦救急已久，导致狂性大发，屠杀全府，后自枪谢罪。当日，端王独女李佩仪因病留宿宫中，幸免于难。就因为我失去了那天的记忆，你们所有人都在骗我。事实如此，何必骗你呢？你那日发烧留宿宫中，昏迷3天3夜，等你醒来，悲剧已经发生。你不记得，那也正常。圣上本来不想将此事告诉你，后来你一直追问，圣上终究是不忍心。哎，这些话10几年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你怎么就是不信呢？因为阿叶不会狂性大发，更不会杀了阿娘。有些事情你不愿意相信，不代表它就不会发生。裴爷，这个案子已有结论，与其执着于过去的真相，还不如打起精神，找到杀害公主的凶手。留着吧。见到县主，我又想起了曼殊。老夫失态了，失态了。要想与我便不必客套了，我坐这里也方便。好，淑妃娘娘可还好？曼殊枉死，我这个做兄长的也担心娘子伤怀。娘子自是很伤心。一夜之间，2位贵女丧命，圣上震怒，淑妃伤身，老夫也是心痛不安。县主和太史丞对曼殊之事如此上心，老夫是感激惶恐啊。到了用膳的时间了，简单一餐，请2位慢用。若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，饭后可以在府内找人来盘问。
太史丞，请看，昨夜戌时，九娘离宫后，直接回到了府中，中间未作停留。回府后，可曾外出？崔九娘昨夜戌时回到相府，却于严守方被害。严守方与相府相隔甚远，若九娘未乘马车外出，那便是被人从相府掳走，带去严守方的。右相府守卫森严，断不可能有人强掳深闺娘子。昨夜九娘坐了谁的车？老实交代，否则每人50鞭。是我送九娘去的延寿坊。入延寿坊之后，九娘便让我把马车停到一处宅院外，便下了马车。之后，便让我径直回去。那小院中，可还有什么其他人？漆黑一片，应当是无人。这一路上，尤其在延寿坊中，可见到一个独行的男子，身高6尺，身材魁梧。并未见过。九娘上马车时，穿的是什么衣服？啊，黄色襦裙，外加一件花色皮袄。可带了包袱啊？未带。这些丫头笨嘴拙舌的，怕说不明白。县主有什么话问老奴便是。你的意思是，县主听不懂他们说话，还得你帮他？老奴不敢。康州元年，圣上即位，深化士族意志之策，引发黎武之争。当时酷吏横行，右相遭酷吏揭发，因梦获罪。此事一出，朝野内外一片哗然，百姓自此谈梦色变，生怕祸及己身。为一女夜平安，反其道而行之。说那个心意，快别看了，什么心意？就是个巫女。对不起，快走快走，远点。哎呀，巫女来了！哎呀，铃铛，别看，这个铃铛会摄人心魄的。你看那个人怎么了？护城堡部打人了！护城堡部打人了！不好了！护城堡部打人了！让开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护城堡部打人了！别过来！我杀了你们！说，你受何人指派，竟敢当街闹事？我是兵，老子是兵。兵，那就对了。誉王李科起兵犯上，刚被绞杀，此人定是李科的逃匿残兵，将叛贼拿下。是。为兵者，须听令。无声，我乃大将军，你不认得了吗？将军，我不认识什么将军，我一直跟着吕帅呢。你的吕帅正在跟这些人作战，这些人你总该认识吧？华成辉我都认得，这帮硕大的狗杂种，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。他癔症发作，衍生幻想，但从他言语可以得知，他曾在武将军麾下抵御硕丹，绝非李克叛党。
你又是谁？民女心医叶平安，专医心之隐疾。心仪。李科叛党已伏诛，回去给你们每人记过。是。胡生，战后神志受损，受惊后嚎叫、抽搐，一生幻想，将周围人视作敌军，有伤人倾向。今日大街上盲沟人突然发狂，肯定是被你下了咒。人有生老病死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按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走路摔个跟头都要赖我头上？你去！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搬不搬走？你要是不搬，我就烧了你这医馆！烧了这医馆！你不妨试试。胡说，太吓人了！我倒数3声，你们所做过的噩梦，都会应验在自己的身上。3、2。巫女要下咒了，大家快跑！早就听说圣都有个巫女能窥梦医人，跟她闲聊几句，病就能治好。医者本就源于巫师，不过像他这种人，用巫术这种伎俩骗百姓的救命钱，那天就是被烧死了，那也是活该。龙门赛取鱼跃龙门之意。参赛的盲沟贱民都是些天生贱种，比起无来不惜命，只管以武取悦诸位贵人，不论死生。比试者各代表红白双方，胜者及其子女可摆脱贱疾，分得田地，重获新生。下面有请2位盲沟双生兄弟一决高下。比试开始！正宫面色不佳，可是那夜不能寐的怪病还没医好。无妨，坊间都在议论，官拜右相的傅生君做了个梦就被赐死，实在亘古未有啊。只因做梦，他梦见的可是叛贼李克登上圣上上朝的战鹿殿。此时做这种梦，是狂中狂，忌中忌。哦，下官明白了，这圣上此举，意在杀鸡儆猴。多谢杜公体贴。圣上下令筹措的库储军饷，征收的如何了？此次军饷共征得8万5千两，还有不到4日，便可运到圣都。下官报上去8万两。你行事小心些，别留下什么把柄。下官明白。行了，左补学郑远近来身体如何？听说他患了一种夜不能寐的怪病，看了好些医师也未见好转。我压白的，我也压白的。
眼下最紧要的还是军饷的事。户部已经将账目上报给朝廷了，斗粮差人唤我过去。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。没有了盲狗贱民，还是双双兄弟打得有看头，没打死啊，可惜了。恭喜红方获胜，就此脱离剑劫，分得天地。叶新一，我是正补阙府上的侍女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今日不问诊，改日再来吧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他府上去。你怎么？哟，原来你这只鹦鹉除了说那几个字，还会说别的呀？都这个时辰了，还要去府上，这价钱嘛……进来。郎主，叶新一到了。你要的酒已经备好。正宫有几日未能入眠了？半月，一闭眼就醒来。为此，我寻遍圣都名医，却都无人能治。听闻你的医术非常特别，如能将我治好，必有重赏。替我把脉吧。我医病，不观色，不问症，不切脉，只窥梦而已。你看着我手中的铃铛，每听到一声响，心中便默念一个空字。若没我带你进京，你个小小的师爷怎么能坐到左不阙的位置上？是不是手里有我什么把柄？都给我饶命啊！啊！叶心怡，你的医术果然见效，只是你说你能窥梦，不知能否看到我的梦啊？是能看到一些，那梦中有可怖的人影，症结在于恐惧。你在怕什么？你可能看到人影的容貌。看不清楚，只知道是名女子。若是你能告诉我跟她相关的事情，或许对于你的病症
快说，你还能看到什么？还能看到一张信纸。信纸写了什么？梦境杂乱无序，画面一闪而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正宫的病还需久医，现在天色已晚，马上就要宵禁了，偏安改日再来给正宫诊治。罢了，今夜之事，不要让其他人知晓。你这万国香不愧是圣都第一酒坊，再满上。杜郎中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想跟杜郎中做笔交易。交易？杜郎中祖上是高官，恩印入仕，做了个县尉，后经提携入了圣都，一路高升至户部郎中。他齐君山有幸拜你做了他的义父，可他赌坊的收入，却只愿分你2成，这岂不可惜？对我了解不少啊。我要是能拿到一台赌坊，我愿意给你4成，并且将收入的账目一并奉上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屁话。前户部郎中梁俊之出身寒门，妄想与琅琊王氏相争，现在骨灰埋在哪儿无人知道。他出身寒门，你连寒门都不是。芒沟的臭水熏昏了你的头，以为在战场上拿了几个人头就能在这不见刀光的正场上谈生意？你喝完这杯酒，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。正宫为何派人追杀我？
字有些耳熟，就是那个巫女。你对此案有何看法？但说无妨。昨夜郑补缺秘密请叶平安去府上看病，害症时，管家听见爆更后，去看郑公是否歇下，正撞见叶平安持刀行凶。案情简单，但我觉得有疑点。哦，什么疑点？一是匿名报案未免太及时，捉拿太过顺利了；二是叶平安手中短刀并无血迹，且与郑补缺的伤口并不吻合；三是叶平安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行凶，为何要选择有人知道他去看病的日子？这不是增加自己的嫌疑吗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谁？你们是来审问我的官员？犯了死罪还能睡得着？不愧是江湖行骗的庸医。不是，啊，这是混账！我没有骗人，我是被人追杀才跑到郑补缺府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肯定是一个圈套，有人故意嫁祸给我，让我做替罪羊。有理有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人陷害？这里面定有阴谋。好，那你不如将昨夜经历的一字不差的全部写下来，如何？好。这是认罪书？你刚刚明明说……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顺着你的狡辩，继续往下编了编，别耽误时间了。签了，快签了，别耽误我们办其他案子。等了半天，等来了一个狗官，倒是劳烦你这位大理寺丞兴师动众来这豫州，假惺惺的审问一番啊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有人说你原寺丞独善其身，从不拉帮结派；也有人说你为人残忍，手段狠辣。你出身芒高，本无机会出人头地，可后来却凭借着战功当了个小官，后又拼命争功得到提拔，这才有了现在这副狗官模样。你文宇。好啊，生的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也是鱼肉一条。这个认罪书你签与不签没有区别，有人会替你完成的。是吗？行，人是我杀的，知道我怎么杀他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施展我的巫术，让他自己摸了自己的脖子，就像现在我盯着你这样。巫术也好，骗术也罢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听说那个杀了朝廷命官的人，就是这个巫女叶平安呐。有说怎么杀的吗？说是他给人下了咒。哎，快来快来，快来！可不是下咒这么简单，是梦。那个巫女啊，会引人入眠，窥人梦境。听说那个巫女可以钻进你的脑袋，一旦你做梦，她就会在你的梦里变成鬼。那郑补缺就是这么活生生被吓死的。蹲近些。负贼之梦方毕，朕又听闻一梦，
臣亦有耳闻，不知与陛下所说是否是同一件？你且说来听听。坊间传有一医女，能窥人梦境，替人医病。这窥梦究竟是怎么窥的？臣如何也想不明白。说下去。这医女胆大包天，竟敢谋害忠君为国的郑补阙，定有人恨不得将她速速定罪。忠君，梁平王李琦生辰时，这个郑源也在宾客之列。他忠的是哪位君呢？你去打声招呼，让大理寺携那女犯到占路殿，朕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没想到袁思成和我这个死人又见面了。思成小时候有没有被烫出过水泡？疼的时候像火烧一样。参见陛下。听闻他能入梦杀人，可有此事？此女靠骗术行医，所谓入梦一说，不过是百姓受到了蒙骗，以讹传讹罢了。正宫一案，此女是用短刀行刺，现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她抵赖不得。陛下，袁思成所言绝非事实。民女虽不能入梦，却能窥梦。民女看到梦中令郑补阙恐惧之人，此人才是凶手。若陛下给民女一个机会，民女可找到此凶手，并查出他杀害郑补阙的证据，以还民女一个清白。陛下，此女一派胡言，她口中的窥梦，无非是信口雌黄。请陛下准许，借民女最不相信窥梦之术的袁思成一用。元清，你就配合一下。是。陛下，民女每次窥梦时都得来口酒，听闻陛下喜爱美酒，可否斗胆向陛下讨要一杯？赐酒。袁思成心智坚韧，但当我提到不要想到火，你脑海中是不是依然会有火焰浮现？袁思成何时最惬意？让我猜猜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，四周寂静，你会独自躺在河道上的一条小船上，头枕双臂，此时你便拥有了片刻的安宁。小心烫！少晨，阿爷，小心！说说吧，刚才元清为何有那种举动？你看到了他什么心思？回陛下，是恨。民女看到了浓烈的恨意。
对谁的恨？袁思成的恨来自袁思成刚刚伸出手，是看到了记忆中自己心仪的女子。他张开双臂欲抱时，突然冲出2个孩童，口喊阿耶。袁思成方知此女已嫁作他人妇，难怪袁思成如今如此冷酷无情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还未娶妻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元清啊，他说的可是实情？回陛下，叶平安所言，确实是臣的难言之隐。看来，你确实有辨识人心的本事。若留你性命，让你替他人猜了朕的心思，朕岂不是养拥一患？然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朕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先救得下你自己。朕给你1日，明日宵禁前找出真相可活，找不出依旧是死。1日？是，民女一定不负圣恩。退下。是。陛下，此女窥梦之术虽不似传闻中那般神乎其神，但也确实令人惊叹。哈，哪有什么窥梦之术呀？此女机敏且胆识过人，也许是可用之才，能不能活，就看她自己了。腿软，扶一下。你刚在店里编故事的时候，不还挺巧舌如簧的吗？什么冷酷无情，什么至今未婚。我不过是贪生怕死，想活命而已。袁思成心胸宽广，不会跟我计较这个吧？你如何得知我曾经被火灼伤过？你让我签认罪书时，我看到你手上的疤痕。你方才入殿之前就跟我提及手上水泡的事情，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用巫术蛊惑我的。我说了，你心智坚韧，寻常的法子没有办法引你入眠。你这巫术哪儿学的？若这也算巫术，那巫术便无处不在。你衣领上的绣纹穿着并不舒服，可你为何还要穿它？因为你认为它更能彰显身份。毕竟达官显贵们的衣服上都有绣纹，你要融入他们，自然要这样。这也是种巫术，不是吗？大理寺虽然已经勘察过案发之地，但我还是想亲自去一趟。1日很紧，不如我们马上。明日要死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费心思？正元府外可都是你大理寺的人，没你我压根进不去啊。若你不跟我一起，那我只好时刻跟着你，看看你去哪儿都见了哪些人。毕竟若我明日注定一死，我可是什么话都敢跟圣上说的。袁思成也不想被我拉下手吧？行了，再啰嗦我就扔下你一个人去。既然仵作已经验过尸体，必然能推算出郑伯缺遇害的时辰，而那时我根本不在他府上。巧辩。尸体没有挪动的痕迹，
凶手很有可能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趁其不备，一刀割喉。你的话佐证了你行凶之时。敢问袁四成，大理寺都提审过哪些人？车夫、管家，这些人皆可证明当夜你从未离府。那他们的证词是什么？你在害出宵禁入府，府中之人都听到更夫是在害朕报时，你恰巧用这半个时辰，在府中行凶作案。不对，正因为马上要宵禁了，我才匆忙离府归家。回到家后又看了会儿一册，然后被人追杀，又回到了郑不缺府上。怎么算都过了1个时辰，应该是子初才对。说的有模有样啊，因为你根本没走。否则这半个时辰怎么会凭空消失？少了半个时辰，怎么做到的？袁四成可提审过昨夜的更夫？审不审问又何妨？这已改变不了你行凶之时。尊贵的袁四成，你就不能从凶手不是我推1次案吗？文宇，去查一下昨夜案发后的离府之人。是。四成，撤！经查，昨夜离开郑元府的有2人，家仆萧全已死在郊外，侍女心儿不知所踪，只知她颈上有块梅花状胎记。这就是案发后逃离郑元府的家仆萧全。是，上官。这些线索断了。那个侍女心儿，能找到她吗？若是他真的参与了刺杀郑元，估计下场跟着萧全差不多。若是他侥幸活了下来，此刻估计已经逃出了城。现在已是有证，离宵禁只剩1个时辰了。文宇，你带着管家去核实一下这萧全还有心儿入府前后的情况。是。你跟我来。不如我们趁最后1个时辰去盘问一下打更人。我看不必了，你就好好想想，你那墓碑上该刻什么字吧。四成，曾轩求见。曾公，这么晚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四成，且看。怎么样，丹心？有趣吗？很尽兴。我按你的安排，混进郑元府1年多，总算取得他的信任。3年前，我看到郑元收到度量贪墨的密信，便连夜给度量传信，让度量知道郑元拿到了他贪污的罪证，成功离间了他，并且特意加重了让郑元失眠的药粉。等你去他的必经之路上引起他的注意后，民女心医叶平安，专医心之隐疾，顺势引导他来找你看病，同时让度量的暗桩发现。郑元被灭口后，如你所料，你成了度量眼中最合适的替罪羊。你可以赎罪了。我按计划变换身份四处散播关于你的谣言，终于引来圣上的召见。圣上宣召。
这替罪羊扮的还不错吧？我这假侍女演的也不赖啊。这第一步棋算是下成了，该准备下一步棋了。度量怎么也想不到，郑源还留了个后手，居然写了封举告贪污军饷的告密信，给了他的好友曾轩。由郑源的好友举告度量杀人灭口，才更具说服力。糟了，曾轩不见了！什么？无所不缺郑源举告户部郎中度量贪没军饷5000两，吾若身死，必视为度量所灭口。这是哪儿来的？郑公乃左补阙，有执剑之权。得知度量贪墨后，本想上告圣上，谁知道度量先一步找到了郑公试探。郑公察觉度量可能知晓了此事。曾轩，收好这封举告信。你怕度量会杀你？可你毕竟是朝廷命官，他胆子再大。你不了解他的狠辣。多年以前，我做过他的师爷。若我有事，你便将他交给你信任的人。为何现在才拿出来？我一个无权县官，无法直接见到圣上，又听说抓了个女凶手，更不敢轻易拿出来。我知道你与度量并无利益牵扯，现在此案重新调查，我才敢露面。有人看见你来我这里吗？没有。方才我一出府，便察觉有人跟踪，急忙想法子甩掉了，才敢过来。曾公，跟您说句实话，我不仅与度量没有利益上的牵扯，且私怨颇深。此事，你是找对人了。今夜，你先行在我府上休息，明日一早，我便带你入宫面圣。好，好。